嗨，朋友们，今天是北欧神话。这本书是由我国著名的文学家茅盾先生所著的一本以北欧神话为主题的神话知识普及读本。茅盾先生潜心研究了8本重要的文献书籍，从而梳理出北欧神话的总体脉络。结合茅盾先生他本人的观点和看法，条理清晰地梳理了北欧神话中的诸神意识以及诸神之间的关系。但是这本书只是记述北欧神话中的许多故事，而并非是解释北欧神话的一本书。所谓神话的作品，其实大多数都经过了修订与增饰，所以很难解释，甚至是无从解释。11世纪时，北欧人被英国人压迫，从大陆的半岛逃到冰岛去，就是带着他们的神话和一些诗歌天才一起去的，所以也可以说最早的北欧文学是属于冰岛的。北欧的神永远在于和有害于人类的恶势力相斗争，恶神和恶巨人族。诸神虽然渐渐胜利了，但是由于不可避免的命运之神预言的诸神之黄昏到来之后，在神与恶巨人之间的一场大战后，诸神都灭亡了，恶神和恶巨人们也灭亡了，这就非常是那种悲剧的结构，就有悲剧的意味。这一点与可能偏散漫的希腊神话完全不同。在之前阅读过的一些希腊的神话故事里，或许可以看到希腊的众神大多数时候都是和古希腊的人民一起在山间在泉边游玩嬉戏，恋爱妒杀。所以希腊的这种散漫的抒情诗式的神话的基调与北欧神话这样的悲剧的有组织的庄重的博大的这样的神话基调有很大的差异。因为北欧神话在未被世人保存下来之前就遭受到了基督教的摧残，所以可以说是远不如希腊神话那样的深宏广大。但即使比不了希腊神话的古老灿烂，北欧神话以它的这种特殊结构依然是作为欧洲文学的泉源之一脉。至少斯堪的纳维亚文学与北欧的这种特殊结构的神话有着一些血脉上的渊源。从北欧人种原是亚洲中部移民的这个说法来看，似乎北欧神话中的有些部分与中国的神话相似，也不必说感到特别的惊异。比如说天狼10月的神话故事，还有大地是由巨人伊米尔身体的各个部位所化，这些部分的故事都与中国的神话有着一些相似性。不仅是北欧神话与我们的华夏神话有相似之处，在世界各地的神话的某一个时间节点上都发生了相同的事，比如灭世大洪水、通向神界的参天巨树，以及人类如何诞生的传说，在世界各个国家流传的神话里都存在过。在华夏文化里，相传也有一棵由我们人类始祖轩辕皇帝种下的长寿之树。华夏大地的人类在经历了史前的大洪水之后，只有皇帝兄妹在神的指示下活了下来。现在的人类便是由皇帝兄妹繁衍而来，而皇帝栽种的那棵树也成为了华夏文化中的生命之树。北欧神话中同样有这样一棵生命之树，是众神栽种用以繁衍大地万物的生命之泉，也是精灵族的栖息之地。它萌生于过去，繁茂于现在，延伸到无尽的未来。它的树叶永远青绿，枝干支撑着整个宇宙的重量，根部贯穿全世界。可能每一个涉及到这种外国的生命之树的译名都不太一样。这本书中这棵生命之树的译名叫做伊格德拉希尔，因为这本书本身就是很简要而系统地叙述了北欧的神话故事，10几分钟的时间也不足以完整的讲完这个非常庞大的世界观，所以想要说一说我比较感兴趣的几个神。第一个奥丁，亦称沃坦或沃登，他是北欧神话中的最高的神，也被当作天的人格化，是智慧与胜利之神，也是贵族与英雄的保护者。因为诸神都出自于他，所以他也被称为诸神之父。他也是阿斯加德之主，是代表一切的全知全能的至高神。北欧人以奥丁为天的人格化，所以他的妻子自然就是帝。但是帝有3个阶段，所以北欧人又将奥丁说为多妻者。奥丁的第一个妻子是乔蒂，象征着原始的大地。他为奥丁生了一个非常英武的儿子，就是雷神索尔。索尔的武器是一把神奇的锤，北欧人将索尔的锤看得极为神圣，以手作锤形，未可伏除不降，邀引扶佑，等于基督教徒之举止画十字形。婴儿出生时，大人亦在他身上做锤形。造宅、嫁娶、战死者的葬礼都以做锤形为必要的仪节。
虽然索尔出行必有雷雨，但北欧人并不以他为破坏之神，因为他的雷雨能够使大地恢复生机，产生丰饶的食物，而且他的雷火也被认为是天火，所以他被认为是有恩于民众的神。书里有一个有名的故事是索尔的雷锤被窃，这个也表现了北欧神话的那种基本色彩，就是善势力与恶势力的斗争，而且胜利往往是属于前者的，也体现了那种北欧神话中的那种诙谐意味吧。就是说，当索尔的雷锤被窃以后，如果这件事被敌人知道了，就会来攻打他们，所以要尽快的找到索尔的雷锤。众神把寻找雷锤的任务交给了一个叫洛基的神。洛基从美神弗雷亚那里借得了鹰之羽衣，披上这个羽衣化身为鹰，找到了雷锤的所在地。雷锤是被恶势力的嗜好破坏的暴风的化身索列姆偷走了。索列姆要求，除非能取得美神弗雷亚为妻，否则不会归还雷锤。洛基回去和索尔一起游说弗雷亚，弗雷亚当然不同意。他们借了弗雷亚的衣服和她从不离身的项链，略微变形，再戴上厚厚的面纱，分别扮作索尔扮作弗雷亚，洛基扮作弗雷亚的侍女，前往索列姆的住处。索列姆准备了很多酒食，假新娘索尔一去，吃掉了1头牛、8条大鲑鱼，还有所有的为女客准备的食物。索列姆看呆了，洛基轻声对他解释说，是因为新娘子着急来，已经8天没有吃过饭了。索列姆想要和新娘亲嘴，假新娘索尔眼里冒火，洛基又解释说，这是因为新娘的恋爱狂热。索列姆她的姐姐可能是按照当地的习俗去向新娘索取应得的礼物，假新娘索尔根本就不理睬。洛基又对着索列姆轻声解释说，是因为新娘已经被恋爱冲昏了头脑了。于是索列姆就被洛基的这些甜言蜜语灌醉，深深地陷入了爱情里。他拿出了雷锤，放到了假新娘索尔的手里，当做定情信物。但是当索尔一拿到他的锤子，马上把索列姆打死，把他的家打烂，把客人全部化为灰烬之后，2个人就回去了。书里对于乔迪的叙述不是很多然后就是这个奥丁的第2个妻子，或者说是他的正妻弗利嘉，她象征着开化的大地，但是据别说她是奥丁和乔迪之女，同时又是奥丁的妻子，所以或许北欧人早先也有妇女结婚的习惯。奥丁和弗利嘉的结婚是阿斯加德的诸神所共庆的，之后每年都会举行结婚纪念，且必有大宴会。在这意义上，弗利嘉在北欧神话中是婚姻的主宰女神。弗利嘉是大气或云雾的人格化，她作为众神之后，拥有知晓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力量。弗利嘉所生的儿子是光明神巴德尔和神使赫尔墨德。光明神巴德尔就是被前面那个故事里的洛基害死了。洛基是火的人格化或者说是造火，就是不同于索尔那种天火的人格化。它象征着宇宙间的恶势力，最初只是有一些无心的恶，后来逐渐发展成有意为之的恶，逐渐从一个半善半恶的神变成了一个恶神，变成了阿斯加德的叛徒。还有一个说法是，战神提尔也是弗利嘉的儿子。好战的北欧人以代表了勇敢和战争的提尔为至尊的神，仅次于奥丁。提尔是独守的神，有解释说，因为战争只有一方面能胜利，不能2面都胜利嘛。他作为战争之神，所以理应是独守的，就是一击只能坦住一面。也有一个传说是说，洛基私自与一个恶势力的女巨人安吉布达生下了3个儿子，其中的一个儿子芬利尔狼因为野性太重，阿斯加德的诸神想要控制他，因为他们阿斯加德是不允许见血的，所以只能想办法把他捆起来。他们先后铸造了2条坚固无比的铁链，借着就是试试芬利尔的力气把他捆起来，但是都被芬利尔轻而易举地挣脱了。诸神于是到地下去找侏儒们做了一条链子及荒谬之所，用猫的脚步绳、熊的针刺、鱼的气息、鸟的唾液这些做成了一条比丝线还细的绳子。但是芬里尔这次反倒不太相信这个绳子，提出一个条件，说需要一个神将1只手放到他的嘴巴里，否则就不同意将他捆起来。永远无所畏惧的提尔挺身而出，结果就是芬里尔被缚住，提尔成为了毒手。奥丁的第3个妻子是琳达，象征了不毛的冻土。最初琳达是不愿意嫁给奥丁的，后来才同意嫁给他，生下了一个儿子叫瓦利。
除了3个可能算是正式的妻子之外，奥丁的情人还有格丽德、古恩路德、斯凯蒂以及共同生出守望之神海姆达尔的9个女巨人。在北欧神话的这些篇章里边，奥丁的这些非正式的妻子其实也都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总之，就是北欧神话中的诸神，其实都可以看作是由奥丁来的。这种将神话历史化的行为，在各个国家的各种神话里其实都不是例外。最后，当诸神之黄昏到来的时候，结束了奥丁的这第1代神，而又开启了维达的第2代神的故事。北欧神话源于古代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这个神话最早的传述者所编的著作《大埃达》出现在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大埃达》的第1部分就是关于诸神的创造啊、诸神的事迹以及诸神的灭亡，第2部分就是偏向一些民族英雄这样的故事，包括了一连串的那种英雄的叙事诗吧。包括这个费尔松格家族的事迹，以及费尔松格家族最出名的英雄西古尔德的故事。第1部分是属于神话，第2部分可以说是属于传说。民族英雄的传说其实也可以当作是神话的一部分。这个费尔松格家族的故事，其实太乱了。简单讲一点，就是费尔松格他有10个儿子1个女儿，他的女儿出嫁的时候，就是婚礼上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其实就是奥丁扮的人，他将一个剑插进了树里，说谁能拔出这柄剑，谁就能得到这柄剑。在场的所有人里，只有费尔松格的小儿子拔出了这柄剑，女儿的丈夫就心有不甘，他想要得到这把剑，他想要杀了费尔松格一家。女儿知道后苦苦哀求费尔松格说，你别来，你别来，你别带着家里人都来。但是他们还是来了，最后死的就剩这个最厉害的小儿子和女儿了。他们家族是有那种英雄的血统，女儿想要生一个就是类似于她的这个小哥哥一样优秀的战士，但是她跟她现在的丈夫生不出来，于是她为了生一个纯血的带着费尔松格家族血脉的英雄，于是她扮成了一个巫女，去和哥哥睡觉，生下了一个他想要的拥有这个家族纯血英雄血脉的孩子，交给哥哥抚养。这爷俩在树林子里有一回在谁家屋里捡了2张狼皮，这2张狼皮被施过魔法，他俩披上之后就失去了人性。这哥哥就把儿子咬死了，看着一个老鼠往另一个老鼠身上放了一片叶子，老鼠活了，他又拿叶子也放到儿子的身上，儿子也活了，但是儿子最后就是还是死了，因为他们要复仇嘛。哥哥又找了一个老婆，生下了一个儿子，就是西古尔德。西古尔德像那种找睡美人一样找到了火焰墙中的少女。西古尔德和少女结婚之后，又因为什么魔法把他的这些前尘往事全都忘掉了，他又娶了一个老婆，还乔装成别人又闯了一次火焰墙，替别人把自己的前老婆又娶了一遍。反正要是对这个传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找看，还挺跌宕起伏的。据说现在很多的关于北欧神话的一些书啊什么的都是抄或转抄于这本书，在普及北欧神话的知识上，这本书至今具有很高的价值。我感觉这种有插画的书还是纸质书看着会更有感觉。我马上就准备买了，不小心看到了一句话说选用北欧进口什么瑞典轻型纸，用北欧的纸印北欧的神话，然后不好意思我就没有买。拜拜，祝大家开心。